UFC 是一个缔造英雄的舞台，无数出身贫寒的人带着梦想在这里出发。不管你是管道修理工，还是美发行业的洗剪吹，甚至是出身在贫瘠之地，也要想尽一切办法逆天改命的苦力工，只要你心中有梦，都有机会在这个舞台重启自己的传奇人生。2021年3月，在 UFC 的裁员名单中，多斯桑托斯的名字引起了全迷的注意。这位37岁的传奇老将，重量级的技术帝，在经历过4连败之后，竟以这样的方式淡出了人们的视线。在重量级历史的黄金期，他是天神下凡般的存在，初登 UFC 战场就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。首秀比赛就用一双铁拳送地面之神温顿回家。对战铁下巴马克亨特时，凭借一招神龙摆尾，成为各大集锦的名场面。就连杀戮机器凯恩也称他为超级大麻烦。前后3场史诗级对决，也让他们并称重量级的绝代双骄。仅仅用了4年时间，他就征服了重量级舞台。因为那些精湛的格斗技术，因为那些深入骨髓的战斗精神。在一人一故事的 UFC， 任何传奇的最终离场都会带走一段青春记忆。就在这段记忆模糊之前，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，重温巴西战神小菊桑托斯的励志故事吧。朱尼尔·多斯桑托斯，1984年1月31日出生于巴西的萨尔瓦多。这里不仅有着迷人的海滩，还是整个巴西的历史名城。但是对于桑托斯一家，却是一座看不到未来的无望之城。在桑托斯很小的时候，父亲每天都会喝个烂醉，年复一日的生活一直持续到桑托斯9岁。父亲抛弃了母亲和自己，母亲为了给孩子们更稳定的成长环境，就在郊区的家具厂里找了一份清洁工的工作。每次出门上班的时候，只能把孩子们留在家里。由于在工作过程中经常会接触到化学物品，母亲原本光滑的双手已经被腐蚀到伤痕累累。直到有一天，桑托斯发现母亲在桌子旁边抱头痛哭。上个月赊账买来的生活品，但这个月开出的工资却不够偿还这些债务。虽然母亲很爱自己的孩子，但却无法解决现实的难题。桑托斯难过极了，他迫切地想要帮助妈妈一起承担养家的重担。他不想成为家庭的累赘，更不忍心看到母亲没日没夜地为家庭奔波。就这样，只有10岁的桑托斯不得不提前养家糊口。他曾经干过10多种工作，卖过冰棍，送过报纸，再到后来的泥瓦工、服务员、货运司机等等。只要能养活这一家人，桑托斯都会抢着去做。尽管尝试过很多工作，但这些都不是他的理想。他原本想成为一名医生，这样就可以帮助母亲缓解静脉曲张带来的痛苦。桑托斯的成长过程中父爱缺失，母亲是他唯一可以依靠，也是唯一想要照顾的人。虽然整个童年充满贫困，每天都在为生存奔波，但这段极其艰苦的时光也造就了他不服输的性格。桑托斯成为格斗选手，仿佛是冥冥之中自有安排。身高193公分的桑托斯，曾经有段时间体重超标，就到健身房里办卡锻炼。但是渐渐的就被隔壁那群身穿白袍、每天满地打滚的人所吸引。后来他才知道那叫巴西柔术，于是桑托斯又成了其中一员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过后，教练向他介绍了一位拳击教练，他就是卡洛斯·多雷亚。曾经是一名职业拳击手，在退役之后成为了训练师，曾经是牛头人的第1任教练，也是蜘蛛席尔瓦和丁田龙泰的主教练。这位慧眼识人的总教头也在桑托斯身上挖掘到了过人的天赋。重量级的身体条件，却有着轻量级的移动速度。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考核，多雷亚决定这个年轻人应该圈起来重点培养。就这样，多雷亚教练根据桑托斯的身材和特点，也为他制定了一套属于自己的训练计划和比赛时的击打方式。21岁误打误撞开始训练，22岁进化成了职业选手。当年的他一定想象不到，一个看似不经意的决定将会彻底改写 UFC 历史。如果说小菊桑托斯成为职业选手是个意外，倒不如说他是带着任务来改写历史的天选之子。2008年的一天，这位入行只有短短3年、带着6胜1负的年轻人，受到了 UFC 的邀请，站上了世界顶级的格斗战场，也开启了自己的传奇生涯。加入联盟后的首次亮相就被安排了猛将试水，准冠军级水准的岳父温顿，无论是比赛经验还是接触格斗的时间，桑托斯在温顿面前都只能算是弟弟级别。再加上第一次离开巴西，来到陌生的美国参加比赛，所有拳迷都会认为温顿将会在这场比赛由内到外的撕碎桑托斯。这个傻大个只不过是千里送人头。And he's going to try to, you know, it's not, he's 230 something, 238.
只用了1分20秒，这场一边倒的屠杀不仅让温顿血染战场，也让在场的观众眼前一亮。这位220斤的大块头步伐竟然能如此轻盈，在移动中打出致命重拳。这场比赛结束没多久，老板就为桑托斯安排了第2场比赛，对上了 UFC 的第一高人大楼斯特鲁夫。2.13米的身高，2.15米的臂展，任何对手遇到他不抬头仰望都没办法说话。16胜2负的职业战绩，在那个时期也是个狠角色。但桑托斯却表示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虽然身高臂展都被对手无情碾压，但他却能用最快的速度瞬间移动到对手面前，精准打出一套组合连击，再调动全身力量打出100拳，让这座摩天大楼瞬间倒塌。54秒，桑托斯不费吹灰之力就轻松拿下这场比赛。桑托斯早期的职业生涯既是不幸的，又是万幸的。第1场温顿，第2场大楼，第3场战警，第4场伊维尔，第5场龚扎加，第6场大杜佛，第7场肖恩卡温，每一位都是名将，每一位都是狠角色，稍有不慎将会万劫不复。但这些人全部被桑托斯一一歼灭。在解决完以上7人之后，桑托斯也进入到职业生涯的真正巅峰。还有谁能够阻挡桑托斯的脚步？桑托斯职业生涯最强宿敌凯恩，2006年 Pride 赛事宣布倒闭，重量级之王菲多四处奔波，同时2股新势力也在格斗界快速崛起。凯恩和桑托斯一样，都是在2006年开启了自己的职业生涯，一个在美国，一个在巴西。NCAA 摔跤手出身的凯恩，24岁转战综合格斗，只用了短短4年时间，就以全胜的惊人战绩，成为了重量级的新科冠军。之所以能够快速崛起，离不开他那残暴的打法。9场获胜当中，只有1场通过判定，剩下的8场无一例外都是以 KO 终结掉对手，并且经常在对手脸上留下一道胜利的印记。曾在挑战冠军布洛克时，仅仅用了1个回合，就让这头巨型猛兽难逃被整容的厄运，被凯恩在脸上强行开刀，残忍霸道的摧毁能力，也让巅峰期的凯恩在江湖上让人闻风丧胆，成为了大名鼎鼎的整容院院长。2011年重量级的黄金时期，米尤奇刚刚加入赛事，纳甘诺还在老家抡大锤，桑托斯和凯恩就是重量级的扛把子，也是这个时代最强的存在。无论是战绩还是当时的名气，这场冠军争夺战就是当年的世纪之战。没错，这场比赛只用了64秒，观众还没来得及拍照，桑托斯就用一记100拳，外加强有力的地面砸拳，终结了凯恩的不败记录。凯恩亲手把王位交给了眼前这位宿敌。尽管这场比赛只用了短短64秒，却让双方两败俱伤。凯恩旧伤未愈，又添新伤，桑托斯也损伤了半月板。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，重量级绝代双骄的时代也正式拉开了帷幕。1年时间眨眼而过，两位宿敌再次兵戎相见。桑托斯在备战的时间里，每天6小时的玩命训练，也让他患上了横纹肌溶解症。这是一种肌肉纤维分解到血液的罕见疾病，严重时会伤及到肾脏，甚至是面临死亡。而凯恩这边也清楚地知道2番战是自己的最后机会，所以这千载难逢的复仇战只许胜不许败。比赛刚一开始，凯恩就用压迫式的进攻把桑托斯逼到铁笼角落。当桑托斯挥舞起拳头时，凯恩却顺势弯腰下潜抱摔。好在这波攻势并无大碍。面对拳法精湛的桑托斯，凯恩并没有像其他摔跤手一味地追求摔法而避免和对手拼拳。尽管桑托斯利用步伐和身高臂展上的优势，始终将自己控制的安全距离。在1番战惨遭 KO 的凯恩，这场比赛直接改变了战术，不再和桑托斯在中心位置互相拼拳，而是将自己当作刹车失灵的重型坦克，不断地冲进攻击范围，再将桑托斯逼到笼边，找准时机就会启动抱摔。桑托斯既要小心拳头，还要防止这野蛮的抱摔。当首回合还剩1分多钟，终于被凯恩逮到了机会。凯恩一记后手重拳将桑托斯打落在地，浓边无所忌惮的砸拳也让观众们差点以为比赛到这里就要结束。长达1分钟的单方面碾压，最终回合结束的铃声响起，桑托斯才从野兽口中脱险。1个回合下来，桑托斯已经是面目全非，凯恩的头上也留下了伤口。
比赛来到第二回合，凯恩继续展开摔打结合，只要把桑托斯逼到笼边，就会用抱摔放倒对手，无情的砸拳就会紧随其后。这套行云流水的连招，也让拳迷仿佛看到了加强版小鹰。不同的量级，不同的对手，但唯一不变的是这极其恐怖的压制力，把对手摔了又摔，爬起来再摔。不愧是同一家训练馆走出来的摔打兄弟。He just can't stop the shot. A chance. Yeah. 除了以上的摔打战术，凯恩的脑袋也能成为助攻的法宝。天赋过人的大头 Plus 总是能把对手的脑袋顶到自己顺手的击打位置，又扎又硬的头发茬子，就像你刷过用的钢丝球子，在你的脸上不断的摩擦。最终，这场比赛打满5回合，也成了桑托斯出道以来最为痛苦的一场恶战。凯恩在所有观众面前展现了他可怕的压制力，也2度成为重量级冠军。至此，双方各胜一局。尽管桑托斯在2番战遭遇到地狱式的整容体验，但他却不畏强敌，在短短的10个月之后，再次向凯恩发起了挑战。3番战的桑托斯可谓是来势汹汹，比赛开场就互换重拳，也注定这场王者对决又是一场真刀真枪的硬仗。凯恩在2番战尝到甜头之后，还是沿用了上一场的战术摔打结合。不管是用拳头还是用擅长的摔法，凯恩就是要把桑托斯逼到笼边后进行全面压制。可以说这场3番战就是2番战的复刻版。桑托斯再一次惨遭放血。当比赛来到第5回合，凯恩以 TKO 的方式再一次赢下了桑托斯。这场绝代双骄的最终章彻底把2个高手打到报废。双方的打法注定会伤病缠身，在重量级以硬碰硬本来就是凶多吉少，但是没有办法，因为在他们的骨髓深处始终流淌着战斗的血液。也是在这场比赛过后，小菊没有了所向披靡，凯恩也不再像从前那样的勇猛无双，真可谓是杀敌1000自损800。甚至双方都接连倒在铁血纳甘诺的重拳之下，并不是绝代双骄不强，而是输给了时代的浪潮。上山的人永远不要嘲笑下山的神，曾经一路踩着强者尸骨，一步步站上了生涯巅峰。有一种无敌叫做巅峰局，有一种热血叫做指地宣战。这些年，桑托斯的头发是越打越少，但他对格斗的热爱没变，想让家人幸福的初心没变。可他却在老去、衰败、被遗忘。一位横刀立马的老将，逐渐被后来者所取代。38岁的年龄在重量级并不算老，可他却因为伤病缠身，一口气输掉了4场比赛。联盟在他身上看不到任何价值，最终随着裁员而丢掉饭碗。在桑托斯身上没有嚣张跋扈的性格，也没有擅长炒作的心机。虽然和这个时代格格不入，但却是难能可贵的一种品质，也为他积累了不少好人缘。在被 UFC 辞退之后，他先是出现在娱乐摔角节目，虽然演技不算精湛，但他还是十分努力的想要尽快融入这个圈子。再到今年，他签约了 EFC 赛事，这是由不败之王小鹰在退役之后一手创办，目前已经成功签约桑托斯，将会在5月20号进行首秀。这就是中年男人的无奈，深夜可以矫情，天亮继续拼命。桑托斯从来不缺少血性，他敢打敢拼的样子也让所有拳迷肃然起敬。指地宣战的巅峰局注定会铭刻在重量级历史当中。好了，感谢观看这一期的格斗大视野，还没有关注的朋友给一波关注吧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